监控每天都能拍到一个神秘物体，通体白色，还带2个小翅膀，一闪而过，速度极快。刚开始呢，工厂保安认为是塑料袋之类的东西，但每天都出现就很不正常了。员工在监控附近找了半天，都没有看到任何塑料袋，诡异的现象不断出现。工厂另一个监控也拍到了奇怪画面，有一束强光射在地面上，好像是外星飞碟在盘旋，同时还能听到狗在大叫。出来呢，却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光束只能被监控拍到。这件事很快惊动了工厂老板娘，老板娘呢是个文化人，她才不信什么飞碟之类的，让员工用纸飞机模拟白色物体，在监控前丢出纸飞机，监控显示纸飞机全身也发着光，和刚开始拍到的物体很像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之前的白色物体肯定也是个什么垃圾之类的。老板娘又让员工用强光手电模拟光束，虽然在监控上能看到强光手电形成的光晕，但是和之前稳定的光束完全不同，无论怎样模拟都达不到之前的光束效果。老板娘怀疑监控设备出了问题，找来监控售后人员检查了半天，售后却说设备一切正常。哎，真的是奇怪。节目组又架起了多个摄像机，也拍到了神秘的光束。没办法了，请专家吧。专家左看右看，说这束光看起来和普通的光线不一样，光束很稳定，不会扩散，这是地球上的光源做不到的。难道真的是外星飞碟？专家左思右想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，还真成了未解之谜。同样遭遇怪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座寺庙。寺庙里的荒废电梯每晚都会传来诡异的哭声，声音是从这个缝隙里传出来的，电梯底下好像住着什么东西。师太说每次打坐念经的时候声音就会立马停止，这东西好像很害怕念经，关键这是佛门净地，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东西？师太心里还是有点怕，每晚都会安排人念经到天亮，这东西胆子也是越来越大。有一次师太吹口哨，他竟然还回应了起来，那会不会是小动物之类的？师太说下面全是水，不可能有动物能存活的，那这电梯下面到底是什么？节目组决定把相机伸到下面一探究竟，左看右看，除了一滩死水，里面啥都没有。接着又把相机伸到水下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师太想吹口哨引起这东西的回应，这次未能如愿，里面还是静悄悄的，实在没办法了。节目组决定拆电梯，还把电梯里面的水都排空了。工作人员壮着胆子爬了下去，环顾四周没有看到任何生物，工作人员不放弃，继续翻找。突然一只树蛙跳了出来，难道声音就是他发出来的？专家再次听了下录音，哎，还真是树蛙的叫声。之所以声音和平时蛙叫有差别，是因为它们正处在发情期而已。解决了寺庙的问题，下边的玩具又出现了新问题。这个玩具频频传来怪声，只要静静的听，就能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。他有次还看到女儿半夜跟玩具对话，这把他吓了一跳。女儿却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个玩具，真的是奇怪，一个实木玩具怎么可能会叫？有时候主人气不过，用力敲2下，它又会稍微消停一会儿。不过凡事要讲科学，节目组用话筒录下了这个怪声音，找到了声音分析专家，对录下来的声波进行了波长分析。专家说声波间隔不一样，很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，应该是某种生物移动时产生的声音。哎，真是见了鬼了。主人拿着玩具又找到了一位木工，木工研究了半天，说自己没有听过这种声音，这不像是木头能发出来的。所以床里真的有某种生物吗？主人做了个奇葩的决定，把玩具带到了医院，干嘛呢？上 CT 机。医生们也是第一次给床做 CT， 看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了一点点奇怪的地方。这个木头边框里面有个3厘米的东西，经过反复实验观察，医生确定这就是一只3厘米长的虫子，而且还发现了虫子吃木头的痕迹。看到这个东西，夫妻是想哭又想笑，原来都是他在搞鬼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猫头鹰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每天早上都准时给主人送老鼠，已经持续了4年。如果看到主人无动于衷，它还会把死老鼠往主人嘴里塞。不仅仅是老鼠，它偶尔会带来其他礼物，就比如蛇之类的。就问你感不感动？有时主人在睡觉，它就叼着老鼠在旁边等得不耐烦了，会直接上前对着主人叫个不停，快起来吃老鼠啊喂，新鲜的，我刚抓的。这操作让主人哭笑不得。猫头鹰是主人在野外发现的，当时它受伤严重，主人悉心照顾了2个月，和主人的感情愈发深厚，与家里的猫咪和鸟都成了好朋友。等它恢复了健康，主人就把它放生了，但它没有忘记主人的恩情，时不时就飞回来探亲，每次都不会空手来。对猫头鹰来说，最好的礼物当然就是食物，而它最爱吃的就是老鼠，所以每次都会给主人送来新鲜老鼠。它也很懂人情世故，每次还会给鸟儿带上几只。鸟儿看到老鼠吓了一大跳，吃不了这个，谢谢啊。是不合口味吗？那我送给别人去。接着来到笼中小鸟的旁边，站在笼子上思考良久，算了，估计你也不怎么喜欢。接着又去找同类朋友，但朋友也不领情，没想到礼物还送不出去，算了，自己吃吧。后来主人又收养了一只小猫头鹰，它也是各种照顾，各种喂。这房间里只要有活的东西，它都必须要一个个的喂一遍。很明显，这只猫头鹰有社交牛逼症。然而社交牛逼症的天花板还得看下面这只狗狗。狗狗爱上了一只小绵羊，每天跟在它后面，羊群中一眼就可以认出小羊。即使背对着狗狗，狗狗还是能凭借
借气味准确地找到它。小羊有时受够了骚扰，会对狗狗发动攻击，但狗狗并不在意，甚至觉得愤怒的小羊更可爱。当它看到小羊和别人过于亲密，就会吃醋，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。不是说好要做彼此的天使吗？狗狗奋力钻过围栏，朝小羊飞奔过去。主人看不下去了，决定告诉狗狗一个真相：小羊其实是公的。狗狗轻蔑一笑：你懂什么是爱吗？真正的爱不分性别，不分种族。小羊听到这话吓尿了，这狗也太疯狂了吧！主人决定把它关在笼子里，这才知道原来狗狗也是有老婆的，但狗狗根本不喜欢他老婆，整天对老婆呲牙咧嘴。为了追求真爱，他成功打开了门，丢下老婆就跑了。狗爱上羊，爱得疯狂，他现在只想赶快见到小羊。专家分析了狗狗的迷惑行为，说狗狗身为牧羊犬，可能不擅长放羊，于是找到了最弱的羊来释放它的挫败感，必须要纠正狗狗的行为。最后逼着主人使出了绝招，给羊穿上了防狗铠甲，上面布满了钉子。狗狗也没见过这个看起来还挺别致，直接骑了上去，结果呢差点扎成筛子，只好选择放弃。他想不明白，温顺的小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没事，下一个更乖。接着就去寻找新目标了。不过在主人长期纠正下，狗狗终于对羊失去了兴趣，成了专业的牧羊犬。和狗狗比起来，下面这只麻雀就正常多了。这只麻雀喜欢吃头皮屑，一旦发现路人头上有皮屑，就会飞到头顶上，而且一点都不怕人，吃得津津有味，时不时还得扒拉一下。吃饱喝足就会躺在头顶休息，把头顶当成了家。这些倒也无所谓，关键有时候会在头上拉屎，这有点让人接受不了了。平时他就蹲在树枝上观察行人，附近居民的头都被他光顾过，有次把大爷的假发都拔掉了，大爷只好戴上了帽子。不过大家还是挺喜欢他，有人为了和他亲密接触，甚至几天不洗头，只要喊上一句，他就会朝头顶俯冲下来。但刚刚却发生了意外，麻雀被一只鹰隼盯上了，在飞行过程中被抓到，饥饿的鹰隼叼着麻雀飞到楼顶开始啄食，麻雀奋力挣扎着，但无济于事。老鹰把羽毛一点点的扯下来，麻雀很快就停止了挣扎，因为楼顶实在太高了，路人也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麻雀被吃掉。附近居民都把麻雀当成了家人，从未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情。小哥感慨世事无常，没想到刚刚给麻雀拍的视频却变成了他的最后一刻。小哥觉得自己没有保护好麻雀，非常自责，但没办法，大自然就是这样残酷。希望麻雀的天堂里没有鹰隼。男孩的身体是个吸铁石，把铁勺往身上轻轻一放，瞬间就吸了上去，最多可以同时吸5个叉子，硬币也不在话下。这些东西就像被粘在他身上一样，非常牢固。他不仅能吸铁，手机也可以完美吸附，甚至连陶瓷盘子都可以。而且当他生气的时候，吸力会变得更强，能吸住更多的东西。这个特异功能是在他吃饭时偶然发现的。妈妈看到大为震惊，带他去医院检查，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和他一样身体有磁力的还有下面这个男孩，他的超能力是奶奶发现的，往他身上丢硬币，硬币根本不会掉，牢牢的吸在身上。他不仅能吸勺子、硬币、手机，什么平底锅、电熨斗、手风琴都可以轻轻松松吸到身上，最多能吸50斤的铁盘子。奶奶说他的磁力还可以治病，有一次就治好了邻居的头痛，邻居对他的绝技称赞不已，但他说每次施展魔力后都会感觉很累，要休息几天才能恢复能力。如今已经长大的他不仅变得更胖，磁力还变得更强，甚至还上了电视，给观众表演了胸口吸铁锅，观众都惊叹不已。不过也有人质疑说，因为他肚子大，身体有弧度，东西其实是被他撑住的，那到底是磁力吸引还是被撑住的？最终呢也没有个确定的结论。但下面这位大叔看了之后表示不服，大叔的身体有磁力，一次性可以吸85个勺子，连后背都可以吸起一个大铁盆，不仅不会掉，还非常牢固。身体磁力最强的地方是胸部和腹部，胸口还可以吸各种水果蔬菜，小黄瓜轻轻放在胸前，立马就吸上了。后来还尝试吸手机、盘子、瓷砖、车钥匙，都可以成功吸附。他说目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可以在身上吸53个勺子，他第一次尝试就吸了85个勺子，直接打破了世界纪录。还说吸东西完全靠意念，要集中精力，然后把体内的能量转移到胸口上。普通人这样做也可以把勺子吸到身上。再后来他不满足于吸小东西，开始尝试大物件，汽车引擎盖可以轻松吸附，茶几玻璃也没问题，甚至连木头门板都可以，转圈也毫无压力。他说自己完全掌握了这种能力，吸任何东西都像喝水一样简单，还可以把能量输到全身，想让哪个部位吸都可以，脸上也没问题，自己可以随意控制能力，只需要紧闭双眼就可以开启或关闭，让它掉就会掉。但科学家们否认了他的说法，说他只是皮肤比较黏而已。如果在夏天1个星期不洗澡，效果更好。专家建议洗澡就好了。拥有这种超能力的还不止他们，下面这位大叔更夸张，大叔的身体能吸铁，一次性可以吸100个勺子，四处走动，勺子也不会掉。他说腿上的磁力更强，走在路上都会把附近的小铁钉吸到腿上，直接成了一块行走的吸铁石。小到铁钉勺子，大到汽车引擎盖，通通可以吸在身上，盖子上还可以坐一个人。那他为啥会拥有这种超能力？
力，真的是神奇。现在呢，他要升级挑战，胸前系上一个凳子，凳子上再坐个小伙子，还准备拉动一辆汽车。挑战开始，汽车还真被他拉动了，但他并不打算停止挑战，说以后准备拉火车和飞机。接着他还说出了自己是如何获得超能力的。原来5年前遭遇了一次严重的电击事故，没想到摇身变成了一个人体吸铁石，能够吸附起任何东西。这种能力还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强。这种现象让科学家们感到迷惑，如果纯粹凭身上的磁力就能吸起东西的话，那么他们身上的磁力将是地球磁力的1000倍左右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科学家对他进行了全面测试，结果发现他身上压根没有任何磁力，和普通人没有区别。最后才发现他的皮肤能够大量分泌一种粘性皮脂，这使得他的毛孔像吸盘一样，所以才能吸住物体。科学家最后建议说，你也去洗洗澡吧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家每天都会发生命案，一夜之间家里的鸟接连离奇死亡，每天都会死掉几十只，现场一地鸡毛，惨不忍睹，有的甚至连头都不见了，看起来不像是自杀。每只鸟都受到了致命攻击。奇怪的是，除了留下一滩血迹外，尸骨却相对很完整，也就是说凶手只是喜欢猎杀，但是不吃。关键这笼子没有任何缝隙，凶手是从哪里进去的？经过连续几天的摧残，鸟儿现在变得很敏感，只要见到人就会吓得到处跑。曾经的鸟类天堂变成了地狱，大叔设置了各种机关，但一无所获。鸟笼周围也没有任何脚印，这个凶手非常狡猾，大叔也没有什么仇人。凶手到底是人是鬼？节目组在鸟笼周围安装了多个摄像头，夜晚来临，他们时时盯着监控，一直等到凌晨3点。就在这时，草丛中出现一个白色光点，慢慢逼近鸟笼。只见他突然发动攻击，鸟儿受到惊吓，到处乱撞，尖叫不止。等鸟儿再次靠近笼边后，这东西再次发起攻击，死死地抓住小鸟，小鸟扑腾了几下就没了声音。这东西还炫耀似的看向摄像头，这才发现原来是只猫头鹰。因为进不到笼子里，他会先把鸟儿逼到角落。由于笼子有弹性，他能一把抓住笼边的鸟。为了不再让鸟儿受伤，主人在鸟笼周围拴了几只狗，狗狗很尽责，整晚守护着鸟笼。连续几天，猫头鹰都没再来过，鸟儿终于恢复了安宁的生活。刚解决完鸟的问题，下面这家的鸡又出现了新问题。他家的鸡蛋会飞，每天都会飞出去4、5颗。起初主人并没在意，然而更多的鸡蛋源不断的飞出来，围栏外到处都是破碎的蛋壳。主人怀疑是黄鼠狼干的，还特意增加了围栏的高度，但邻居认为以现在围栏的高度，黄鼠狼是不可能抱着鸡蛋跳出来的，而且它要吃鸡蛋的话，完全可以在笼子里解决，但笼子里干干净净，没有发现任何动物的痕迹。飞出来的鸡蛋蛋黄蛋清也还在，到底是谁在偷鸡蛋？他们在各个角落都安装了摄像机。5个小时后，鸡蛋再次飞了出来，他们立马查看录像，就发现一只大老鼠路过了案发现场，紧接着一颗鸡蛋就飞了出来。难道凶手是老鼠？他们仔细研究鸡蛋的下落轨迹，猜测鸡蛋应该是从屋顶上掉下来的，屋顶是圆弧状的，也许是一只母鸡喜欢上了在屋顶下蛋，下完的蛋就滚了下来。工作人员还做了个实验，让鸡蛋在屋顶上自由滑落，结果鸡蛋掉落位置和之前鸡蛋位置是一样的，反复做了几次都是相同的位置。那鸡为啥会跑到屋顶下蛋呢？专家说，如果母鸡受到了外界的威胁，它就会选个安全的地点下蛋，可能就选择了屋顶。为了证实这个猜测，工作人员架起摄像机对准了屋顶，接下来就是等待母鸡的出现。没过多长时间，果然有一只母鸡飞上了屋顶，感觉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。但5个小时后，这只鸡一直没有下蛋，没办法，继续等吧。工作人员等了整整5天，都没有鸡在屋顶下蛋，也没再出现飞出来的鸡蛋，还真是奇了怪了。这还没完，下面村子又发生了怪事，村子里发生了离奇失踪案。最近几天，村口池塘的金鱼神秘消失了，之前有50多只，现在只剩20多只了。幸存的金鱼也变得焦躁不安，村民把这些金鱼视为村里吉祥物，无聊的时候会在池边喂金鱼，聊聊家常。现在吉祥物没了，他们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吉祥。村长大喇叭召集全村人商议对策，必须要找到罪魁祸首，但是现场没留下任何痕迹。他们寻找了半天，只在一个角落发现了一些鱼鳞。有个大妈说，之前看到过一只黑头鹳在池塘附近转悠了半天。另一个村民认为是海狸鼠，还有说是水怪的，说一定就藏在水下，建议把水抽干，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祟。大家众说纷纭。村长分析说，有一条沟渠通往池塘，凶手可能是通过沟渠进入池塘的。池塘边的围栏还发现了脚印，但看不出来是什么动物。村长决定熬夜蹲守，也不知道这东西啥时候来。村长边吃边等，一直等到了凌晨3点，终于村长睡着了。就在这时，池塘边上也有了动静，黑暗中一双闪亮的眼睛特别明显。接着他穿过围栏来到池塘，不一会儿又抓到了一条鱼。你觉得这玩意儿到底是个啥？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每到晚上7点，理发店的感应门就会自动打开，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。然而在白天，门
门却可以正常工作，一旦到了晚上7点，门就会诡异的自动开关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要进来一样，即使在众目睽睽之下依然自动打开，顾客都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店主联系了感应门厂家，厂家确实一切正常，店员猜测可能是地板上的头发影响到了传感器。为了验证这一说法，他们抓起一把头发丢在门口，门还真的打开了。但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，如果要达到这种效果的话，头发必须要一直在门口掉落才可以。另一个员工猜测可能是对面那个神秘人操控的，他总是蹲在对面台阶上看着理发店，但想想也不对，即使他不在的时候，门也会自动开关。第三个员工认为可能是灯光影响到了传感器，因为他家的招牌灯都是7点开始亮，这个看着最有可能。接着关掉了店内所有灯光，果然门就停止了移动，但没过2分钟又开始自动开关。很明显，所有猜测都是错的。这时顾客说出了另一种可能，因为之前这附近就出过车祸，可能真的有鬼，而且是一个想剪头发的鬼，因为没有钱，所以一直在门口徘徊。店员开玩笑似的对着门口喊道：“进来吧，给你免费剪头发。”没想到啊，本来正在关闭的门瞬间就打开了，大家都快吓尿了。但凡事要讲科学，我们找来了经验丰富的维修师傅。师傅拆开感应门的控制部件，又是测电流又是测电压，研究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有找到原因。师傅说一切看起来都是好的，感觉真的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操控着感应门，这还真成了未解之谜。下面这个村子也正在遭受声音的困扰，村子里整天传来敲打钢管的声音，声音每隔2小时出现一次，已经持续了3个月，很多村民都无法睡觉，甚至还报过警，依然没有任何发现。专家分析了声音，发现声音间隔不一样，很明显是有人故意制造的。节目组在村里安装了多个摄像头，还是只能听到声音，却找不到任何奇怪的人。在村里排查了好久，终于确定了声音的大体位置。有个村民说之前也怀疑过这里，但只要上前查看，声音就会停止。工作人员继续在附近排查，这时一位神秘的村民向节目组反映，说他知道声音来源，说是自己丢垃圾时偶然发现的，确定声音就是从那扇窗户里传出来的。那这样好办了，架起摄像机对准窗户，等待声音出现。几分钟后，窗户突然被打开，只见有个人在敲着什么东西，接着就传来了熟悉的敲打声。工作人员赶紧上前询问，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回应。第二天节目组继续上门拜访，这次门终于开了，问他为什么要发出声音，他却说自己也是受害者，楼上一直有人穿着高跟鞋在家走路，自己为了反击才发出声音作为警告。节目组询问楼上邻居，邻居却说自己从来不会在家里穿高跟鞋。这就奇怪了，医生认为他患有被害妄想症，以至于出现了幻听，必须要接受心理治疗。经过多次劝说，他终于同意接受治疗。困扰村民3个月的声音终于停止了。这还没完，下面这座空房子又发生了怪事。这座没人住的房子里经常传来说话的声音，还一直出现一些新鲜食物。附近的村民说每天晚上都会出现一个男人，但房子的主人4年前就去世了。那这房子里面到底是谁？节目组决定在门口蹲守。这时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人走进了房子，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靠近，只见他拿出了一堆盒饭，接着和照片上的人说话，甚至还喂照片吃饭。喂了一口饭后，他好像感觉到照片上的人对饭菜不满意，他接着说明天带个大鸡腿。工作人员上门询问，他说照片是他哥哥，照片后面还摆着哥哥的骨灰盒。自从哥哥去世后，他就一直和哥哥的照片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。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擦照片，给哥哥道别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家，家里也摆满了哥哥的照片，还一直对着照片说话。妻子也见怪不怪了，原来在他们小时候父母就去世了，哥哥不得不辍学打工，承担起了照顾弟弟们的责任。还说哥哥经常把好吃的让给他们，因为哥哥去世的时候自己没来得及参加葬礼，感觉非常愧疚，久久无法释怀，只想尽量去弥补遗憾，所以才会一直陪着哥哥。好了，我是预备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家天花板上不停地飘来一股恶臭，闻着像腐尸的味道，不得已只能用胶带把天花板的灯孔封了起来，但臭味反而越来越大，连厨房上面也传来了恶臭。不过最臭的还要数卧室，一开门恶臭扑鼻而来，比鲱鱼罐头还要臭。丈夫对于这种气味表示还好，因为他有鼻炎闻不到，但这可苦了大妈了，经常被熏得睡不着，久而久之患上了神经衰弱，甚至只能吃药才能入睡。大妈给家里装了4台空气净化器，客厅、厨房、卧室各放1台，全天24小时开着，睡觉还要把净化器都搬到卧室里，天一亮他就出门，家里一刻都待不下去。这臭味已经持续了3年，到底是从何而来？大妈认为是楼上传下来的，但楼上好像并没人住。奇怪的是，半夜还总能听到高跟鞋走路的声音，想想都觉得诡异。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专家带着专业设备来家检测，先检测了客厅天花板，接着又是厨房、卫生间，都没有检测到任何数值。随后来到卧室，瞬间数值爆表，越靠近化妆台数值越大。化妆台上的一个小盒子引起了专家的注意，大妈说这个是宝石霜，已经很久没用过了。
了，拧开盖子，一股恶臭袭来，差点把专家送走。用仪器测了一下，这气味的数值超过了34。要知道啊，马桶下水道的气味也才20左右。仔细检查后才发现，保湿霜早就过期变质了，也就是说，家里的恶臭就是从保湿霜里传出来的。因为一直开着卧室的窗户，臭味就被吹得满屋都是。解决了臭味问题，下面大叔又出现了难以解释的问题，他可以死而复生，他每天都要死一次，死之前还要做一番诡异的仪式，穿着奇怪的衣服，对着太阳不停地挥手，嘴里还一直念着奇怪的咒语，接着从悬崖上纵身一跃，跳进了大海。节目组惊呆了，赶紧上前查看，看了一眼悬崖，差点尿裤子。悬崖有5层楼那么高，悬崖下的海浪非常狂野，礁石密布，稍不注意就会粉身碎骨。然而却发现他一点事没有，正在从悬崖底上往上爬。他还说19年来每天都要做一次，问他是受到什么刺激了吗？他也不解释啊，只是说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是不被约束，要爱你就来。哎，真的是奇怪，路人都觉得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去肯定会死，但他说这也是有诀窍的，跳下去的瞬间手臂要张开，在接触到水面之前要将身体向后翻转，就可以尽量避免受到伤害。而且呢，跳崖时机很重要，要等海浪打过来才可以跳，让海浪充当气垫。但即使这样还是免不了受伤，腿上布满了伤痕，连后脑勺都有一条5厘米的伤疤。但就算遍体鳞伤，他还是坚持每天跳一次，慢慢的就跳成了网红，甚至还在悬崖旁边开了一间网红餐厅。最后呢，他也终于说出这样做的原因。原来在200年前，一位神父为了爱情放弃了宗教信仰，由于世俗的压力，他们不得不分手。神父伤心欲绝，跳进了大海。他之所以这样做，是为了纪念这伟大的爱情，真的是有够狂浪。而下面这家人遇到了更神奇的事，他收到了一封来自16年前的信，上面显示信件是2002年从美国寄来的，关键信还是自己写的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自己根本没去过美国，一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。查看监控，发现信就是邮局的人送来的。母亲回家时顺手取了出来，虽然过去了16年，信件依旧保存完整，表面也干干净净。他百思不得其解，仔细想了想，终于想了起来，自己确实在美国留学过几天，信也确实是自己写的。记得当时发的是国际邮件，看着工作人员贴上的邮票，一切流程都没有错，但为什么16年后才送到？随后节目组去当地邮局咨询，工作人员表示自己工作了30年，从未见过这样的事。另一个人猜测，这封信可能漏在了某个犄角旮旯里，当时没有发现。为了证实这个猜测，节目组来到美国当地邮局，邮局表示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，但概率极小，很可能就是掉落到了某个座椅角落，或者卡在了分类机的缝隙里。之前呢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。家人得知真相后长舒一口气，说去年还差点搬了新家，如果搬家了就再也收不到这封信了。那16年前的信上写了什么呢？原来是自己写给家人的生日祝福，这祝福属实有点晚了，他看着看着就哭了，那是回不去的青春啊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吃冰淇淋要加辣椒酱，一口下去冰火2重天，还说口感很像奥利给。咖啡里也要加入半瓶辣椒酱，搅拌一下一饮而尽。他说餐厅的辣椒一点都不辣，会随身带着一瓶秘制辣椒酱。吃炸酱面要先来上1勺免费辣椒，再加入自己秘制辣椒，好家伙，直接成了辣椒拌饭。旁边大哥闻了一下就辣到咳嗽，吃完呢接着喝点水，水里也要挤入辣椒酱。更奇葩的是，喝感冒药也要加辣椒酱，还说这样容易出汗，好得快。剩下的一点药汤里再加上米饭，这样更有食欲了。感冒好了就要吃烧烤，喝啤酒那自然少不了辣椒酱，喝这么一杯顶过去2杯。不仅如此啊，连他7岁的儿子都酷爱辣椒酱，米饭必须拌辣椒才能吃，连黄桃罐头都要蘸辣椒。刚开始工作人员还以为是番茄酱，尝了一口，厉害厉害。和他爸爸一样，他喝水也只喝辣椒水，不仅是辣椒，各种各样的芥末也是他的最爱，如果不给吃他就会哭。那他们真的健康吗？经过检查，医生发现父亲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儿子很幸运，暂时没发现问题，但医生还是建议少吃，毕竟正在长身体，要多吃有营养的东西。如果吃辣有段位，下面这位大妈也属于王者级别，她10分钟就能吃完1盆辣椒，这就是她今天的午饭。为了增加口感，她会用辣椒蘸辣椒酱，嘎嘣脆，好像吃黄瓜一样。她竟然没有丝毫反应，这该不会是假的吧？工作人员决定尝一下，咬下一小口，差点被送走。大妈淡定地看着一切，不一会儿就干完了1盆。为了测试她能吃多辣，节目组准备了世界各地的辣椒。大妈看着两眼放光，这么多辣椒看着就好吃。首先出场的是来自墨西哥的胡椒，大妈说还不错啦，很甜。接着是烟熏辣椒，吃着像柿饼。第3个是来自泰国的辣椒，吃起来脆脆的像薯片。一旁的工作人员都看乐了，再次尝试，还是辣到不行。大妈感觉很莫名其妙，根本就不辣嘛。虽然大妈很能吃辣，但也有她吃不了的东西，她不能吃洋葱和大蒜，一吃就会满脸通红，甚至会吐血。为啥会出现这种奇葩现象？医生提取了辣椒素，对大妈进行感官测试，把沾满辣椒素的棉签插入鼻孔，大妈一点反应没有。医生认为大妈对辣椒素不敏感，而大蒜之所以辣，是因为
含有大蒜素，大妈对大蒜素非常敏感，所以才会觉得辣。即使这样，我觉得大妈也属于吃辣的王者级别了。然而下面这位小姐姐表示不服，冰淇淋加辣椒酱，这是她的神仙搭配，她一天就要吃3瓶辣椒酱，橱柜里也摆满了各种辣椒酱，每顿饭都要加上新鲜的辣椒段，还说辣椒能帮自己释放压力。现在她要挑战当地最辣的炸酱面，还要求厨师多放1斤辣椒面。即使这样，她还是不满足，在面上又加了辣椒段，吃得一脸惬意，周围人都觉得不可思议。节目组给她准备了3种当地最辣的食物，第一个是辣炒年糕，刚吃一口她就笑了，没什么感觉嘛。第二个是辣酱咖喱，这个有一点点感觉，很快就干完了一盘。第三个是魔鬼辣鸡腿，仔细品尝下还是一点反应没有。她说从来没有吃到过让自己感觉辣的东西。听到这话，节目组放出了大招，端上来一盒死神辣条，是用世界上最辣的龙溪辣椒制作的，辣度是普通辣椒的220倍。据说这玩意儿只能中午吃，很多人吃完都坐上了依维柯大金杯。小姐姐也重视了起来，扎上头发，准备好牛奶，挑战开始。她一口吞下去，仔细嚼了嚼，还不错。刚开始有点甜，后面有一点点辣。即使这样，她依旧一滴汗都没出。不过这样吃辣，屁股受得了吗？经过检查，医生说她患有轻微的食道炎和痔疮，必须要改变饮食习惯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把风油精涂在眼睛上，一天就要用掉1瓶，边涂还边笑，说涂完神清气爽。大叔随身都带着2瓶，家里到处都是风油精，看电视的时候涂，开车的时候涂，半夜也要涂1次。最急的人是他老婆，怕他涂死了，而他自己却说自己根本离不开风油精。这又是为啥？他也不解释啊，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涂眼睛上不过瘾了，直接用风油精洗脸，看样子也不错，洗完精神抖擞。那他到底为啥要涂风油精？真的是奇怪。周围人也是看得一脸懵逼，真的不会疼吗？旁边的大叔决定试一试，结果直呼辣眼睛。这时啊，他终于说出了涂风油精的原因。原来大叔之前眼睛受了伤，什么都看不清，偶然用了1次风油精，竟然能看清楚了。从那之后就离不开风油精了。但风油精真的有那么神奇的功效吗？医生猜测，在风油精的刺激下，大叔眼泪分泌旺盛，使得眼睛非常湿润，这可能是帮他看清楚的原因。但风油精对眼睛有非常大的伤害。经过检查，大叔的眼角膜确实受到了严重损伤，风油精没能治愈他，反而加重了病情，必须立即停止使用风油精，还给大叔拿了专门治疗眼睛的药物。所以说有病就要对症下药，不要相信偏方。和他比起来，下面这位尼姑更奇葩，他把洗衣液涂满全身，每天都要涂好几次，一天就要用掉3瓶。诵经累了就要往身上涂洗衣液，外面散步的时候要涂一涂，工作时也要涂，总之不允许身上有干燥的地方。就连洗澡都是用洗衣液，先往盆里倒入满1瓶，蹲在盆里就洗了起来，洗衣液直接成了他的沐浴露，家里还存了上百箱的洗衣液。然而这仅仅只是1个月的量，他1年内用掉的洗衣液足够别人洗17年的衣服。更奇葩的是，他洗衣服呢却从来不用洗衣液，还说用洗衣液洗衣服就是浪费。节目组很担心他，而他自己却说正是洗衣液救了他的命。这又是为啥？原来啊，去年他遭遇了入室抢劫，受了严重的外伤，虽然恢复了健康，但皮肤依然瘙痒不断。有天实在痛到无法忍受，莫名其妙涂了一点洗衣液，没想到皮肤一下就不痒了，还治好了自己的脚气，从此就一直使用洗衣液了。节目组还是担心他的健康，带他来到医院检查，医生说伤口愈合的时候痒一点是正常的，但由于洗衣液的刺激，他的皮肤变得很干燥，还得了皮炎，必须停止使用洗衣液。他也很听话，回家就把洗衣液都丢了，用上了正规的护肤品。和他一样有奇怪癖好的还有下面这位奶奶，她把凡士林涂在眼睛上，每天用1盒，已经这样做了30年，涂完还要做眼部运动，耳朵后面脖子上也不能少，再挖上一大勺涂在膝盖上，说可以治感冒，脚上也不能少，据说治脚气一绝。肚子疼呢就涂在肚脐眼里，手上有伤口也可以用，还说能加快伤口愈合。凡士林在他这里可以说是包治百病，一天就要涂3次，家里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凡士林。医生说虽然凡士林有滋润皮肤的效果，但是要适量。奶奶呢却什么话都听不进去，因为她认为自己亲身体验过凡士林的神奇效果。奶奶出门可以不带钱包，但不能不带凡士林。来到公园就开始锻炼，爬上爬下，看起来身体确实很灵活。这还没完，奶奶还展示了自己的绝活劈叉。要知道奶奶今年已经80了，然而她的迷惑行为还不止这些。晚上睡觉前会拿2个木棍在身上来回敲打，说可以疏通经脉。为了健康，她把大部分时间都拿来锻炼身体。那她现在情况如何？医生检查过后说奶奶的眼睛出现了角膜发炎，不能再往眼睛上涂凡士林了。凡士林带给奶奶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，对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，运动才是她保持健康的最大原因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监控每天都能拍到一个神秘物体，通体白色，还带2个小翅膀，一闪而过，速度极快。刚开始呢，工厂保安认为是塑料袋之类的东西，但每天都出现就很不正常了。员工在监控附近找了半天，都没有看到任何塑料袋，诡异的现象不断出现。
线，工厂另一个监控也拍到了奇怪画面，有一束强光射在地面上，好像是外星飞碟在盘旋，同时还能听到狗在大叫，出来呢却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光束只能被监控拍到。这件事很快惊动了工厂老板娘，老板娘呢是个文化人，她才不信什么飞碟之类的，让员工用纸飞机模拟白色物体，在监控前丢出纸飞机，监控显示纸飞机全身也发着光，和刚开始拍到的物体很像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之前的白色物体肯定也是个什么垃圾之类的。老板娘又让员工用强光手电模拟光束，虽然在监控上能看到强光手电形成的光晕，但是和之前稳定的光束完全不同，无论怎样模拟都达不到之前的光束效果。老板娘怀疑监控设备出了问题，找来监控售后人员检查了半天，售后却说设备一切正常。哎，真的是奇怪。节目组又架起了多个摄像机，也拍到了神秘的光束。没办法了，请专家吧。专家左看右看，说这束光看起来和普通的光线不一样，光束很稳定，不会扩散，这是地球上的光源做不到的。难道真的是外星飞碟？专家左思右想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，还真成了未解之谜。同样遭遇怪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座寺庙，寺庙里的荒废电梯每晚都会传来诡异的哭声，声音是从这个缝隙里传出来的，电梯底下好像住着什么东西。师太说每次打坐念经的时候声音就会立马停止，这东西好像很害怕念经，关键这是佛门净地，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东西？师太心里还是有点怕，每晚都会安排人念经到天亮，这东西胆子也是越来越大。有一次师太吹口哨，他竟然还回应了起来，那会不会是小动物之类的？师太说下面全是水，不可能有动物能存活的，那这电梯下面到底是什么？节目组决定把相机伸到下面一探究竟，左看右看，除了一滩死水，里面啥都没有。接着又把相机伸到水下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师太想吹口哨引起这东西的回应，这次未能如愿，里面还是静悄悄的，实在没办法了。节目组决定拆电梯，还把电梯里面的水都排空了。工作人员壮着胆子爬了下去，环顾四周没有看到任何生物，工作人员不放弃，继续翻找。突然一只树蛙跳了出来，难道声音就是他发出来的？专家再次听了下录音，哎，还真是树蛙的叫声。之所以声音和平时蛙叫有差别，是因为它们正处在发情期而已。解决了寺庙的问题，下边的玩具又出现了新问题。这个玩具频频传来怪声，只要静静的听，就能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。他有次还看到女儿半夜跟玩具对话，这把他吓了一跳。女儿却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个玩具，真的是奇怪，一个实木玩具怎么可能会叫？有时候主人气不过，用力敲两下，它又会稍微消停一会儿。不过凡事要讲科学，节目组用话筒录下了这个怪声音，找到了声音分析专家，对录下来的声波进行了波长分析。专家说声波间隔不一样，很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，应该是某种生物移动时产生的声音。哎，真是见了鬼了。主人拿着玩具又找到了一位木工，木工研究了半天，说自己没有听过这种声音，这不像是木头能发出来的。所以床里真的有某种生物吗？主人做了个奇葩的决定，把玩具带到了医院，干嘛呢？上 CT 机。医生们也是第一次给床做 CT， 看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了一点点奇怪的地方。这个木头边框里面有个3厘米的东西，经过反复实验观察，医生确定这就是一只3厘米长的虫子，而且还发现了虫子吃木头的痕迹。看到这个东西，夫妻是想哭又想笑，原来都是他在搞鬼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